英国第一通灵师预言，2024年世界或将重新洗牌，喊话西方与东方国家搞好关系。此外，他声称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或令世界疯狂，而且还点明了俄乌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间。他到底说了什么？又真的可信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正片开始前友情提示：预言未经科学证实，请当故事听听即可。对预言感兴趣的朋友应该都认识这位英国国宝级预言家，他从几十年前开始就已经展露出非凡的预言天赋。据说此人具有遥感的能力，其做出的预言命中率高达80%。他就是被称为厄运先知的汉密尔顿·帕克。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，帕克的名气仅限于欧洲范围内。随着网络的普及，他逐渐开始被全世界熟知。尤其是后来在全世界都不看好的情况下，帕克精准预言到特朗普当选以及之后的新冠病毒疫情。这让他在全球迅速积累了大量粉丝，再加上对英国女王逝世的提前预言，更是让帕克在欧洲甚至是全球声名大噪。帕克在每年年末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对下一年的形势展开预言，这些预言包罗万象，涉及各个领域、各个国家。虽然帕克预言的命中率还不错，但人们并不希望他的话变成现实，因为帕克做出的预言很多都是灾难和不好的事情，所以他才会被称为厄运先知。那么对于2024年，这位厄运先知又做了哪些预测呢？帕克表示，他看到美国和日本在2024年都出现了大面积动乱，甚至会有分裂的趋势。他说，这是因为财富分配十分不均，大财团和大企业掌握了全国98%的财富，而普通民众只能在社会底层挣扎。这种情况的持续将迎来爆发点，最终引发动乱。此外，帕克还看到特朗普会在2024年的选举中拿下胜利，这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又是个足够让人吃不下饭的预言。即便离任后，这位川普先生也一直保持着极高的曝光率。虽然不少都是负面新闻，但全世界都没有忘记这位疯狂的总统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特朗普还有大量的支持者，所以对帕克的这个预言，很多人认为虽然难以接受，却也不无可能。如果他再做出哪些惊人之举，或许世界都会为之疯狂。对于备受关注的美国总统，除了特朗普，帕克的预言还涉及了拜登。帕克称，这位总统先生并没有安全地走完自己的任期，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。至于有多严重，帕克称自己并没有看清。另外，帕克还看到，在2024年，有一位西方领导人被送上了国际法庭。对于这位领导人是谁，他没有说清楚。除了这些政界名人，帕克还预言了俄乌战争。他的成名跟预言俄乌战争本身就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这一块流量密码自然不会被落下。这一次，帕克表示，俄乌战争还会继续，直到2025年才会以一方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告终。不过，对于国际局势，相比于西方，帕克在2024年最关注的还是亚洲。对于这里，他又看到了什么呢？英国厄运先知帕克预言2024年，他称3战前兆或将越烧越旺。最重要的是，在帕克的预言中，亚洲或将迎来巨变。帕克到底对亚洲做出了哪些预言？关于2024年，帕克声称自己看到亚洲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，比如飞机、轮船等方面的碰撞。虽然是意外事件，但因为发生在敏感地区，又是2个关系比较敏感的国家，因此可能引发国际冲突。随后他还看到亚洲一些国家会发生恐怖袭击，不过恐怖袭击最严重的地方不是亚洲，而是欧洲。帕克提醒法国、瑞典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小心陷入危险之中。同时，对于即将举行的巴黎奥运会，帕克也警告到，一定要加强防范，因为这次奥运会上也会有恐怖袭击出现。再说回亚洲，帕克谈到了印度，不过内容过于匪夷所思。他居然称，印度除了会主动向西方国家靠拢，还会开始和巴基斯坦接触，努力将关系正常化。熟悉印巴关系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个预言有多么的颠覆认知。毕竟4次印巴战争，2国一直水火不容。如果真能化干戈为玉帛，那真是世纪大和解了。不过帕克似乎非常看好印度，他表示印度会在2024年得到巨大发展。他称莫迪会继续他的任期，直到无法执政为止。坦白来讲，印度这些年的发展的确是比较明显的，但帕克的预言是否过于乐观，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。此外，帕克提到了俄罗斯开始将重心向亚洲转移。
并和亚洲大国紧密合作。两大国结合后将成为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的力量，或许会对未来造成巨大影响。这个其实都不算预言，而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了。此外，还有一条世界局势的预言，其实也不算预言。帕克称，他看到了巴以冲突的升级，以色列或成为中东地区的公敌，生存环境十分恶劣。以上都是对于国际局势的预言。接下来，帕克还对2024年的自然灾害和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预警。这些才是真的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厄运先知帕克预言，2024年人类或迎巨大灾难，其中日本或将迎重头戏。而且帕克喊话西方和东方国家搞好关系，他何出此言呢？帕克预言首先是在美国西海岸到墨西哥城这一带会发生大地震。幸运的是，这次地震虽然很吓人，但并没有造成太多的人员伤亡。随后是日本的核污水问题，核污水不但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影响，还一直对日本产生持续伤害。此前有报道称，日本国民平均身高正在下降，而核废水排海后，其对海洋食品的污染会让日本人的平均身高继续降低。同时，日本的海底实验基地也会发生意外。帕克称自己不知道他们在研究什么，但这次意外引发了海底火山爆发，有可能会将日本某座重要岛屿一分为二。随后，帕克又看到2024年地球磁极出现异常，而这一年又是太阳风暴极为活跃的时期，所以在2024年会有很多极端天气出现，比如大洪水，还有不少地方会有蝗灾和旱灾。除了自然灾害，帕克还看到在2024年出现了一种新型网络病毒。网络病毒这个词已经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很多年，因为随着安全系统的进步，病毒已经不会对普通人造成很大危害。但帕克称，2024年的这种新型网络病毒，其传播和破坏能力极强，全球很多国家都受到影响，包括在工业、军事、科技行业等方面，都因这种病毒造成巨大损失。另外，帕克还看到2024年会发生一次小型的太空战争，虽然规模不大，却代表人类正式开启太空战争时代。对于打仗的双方，帕克没有说。在大家对未来忧心不已的时候，帕克还顺便给英国做了一波宣传。他表示，英国房价目前十分友好，未来会出现上涨，所以当下是最好的购房时机。对于这个预言，不是英国人基本不会关注。最后，帕克还对2024年的科技做出了预言。他表示，2024年人工智能会迎来大爆发，虽然因为发展速度太快引起人们的担忧，但它的确为人们做出了很多贡献，尤其是在医学方面，人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攻克了很多医学难题，只在癌症和老年痴呆症方面就取得巨大进步。接着，帕克忧心不已地表示，人工智能的风口已经不在西方，西方科技正在沉沦。以往所有伟大的工业和科技都出自西方，但如今西方已经失去这种魔力，西方人正在陷入混乱，他们不再自信，也失去了动力。当今世界提到科技，我们总是看向东方，亚洲很多国家在科技方面都取得领先，西方想要改变这一点已经十分困难。所以他提出自己的建议，那就是和东方国家搞好关系，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有缓和余地。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未来尚未发生，对预言一定要理性看待，当故事听听即可。2024会如何，取决于当下的我们如何行动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